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曾经几乎统治了整个世界的强大宗教体系，现在又回来了，但这一次它看起来，温和多了。可在这副新面孔的背后，一场针对我们最基本自由的危机，其实正在悄悄上演。你可能会觉得，当然安全了，但是这问题啊，可能比我们任何人想象的都更加紧迫，因为历史的一些篇章啊，正在悄悄地重演。而我们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注意到。看看这个对比，几百年前，罗马教廷可以说是用铁腕手段在统治，但今天呢，它展现给世界的是一种非常宽容、充满善意的形象。那问题就来了，这种巨大的转变，到底是本质真的变了，还是一种更高明的策略呢？这句话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太多人被这种外在的变化给迷惑了。完全忽视了背后潜在的危险，大家好像都忘了这个势力在历史上到底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也忘了一个最关键的点，它的核心主张其实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好的，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这层伪装，我们会深入到历史当中，也看一看预言是怎么说的。最后，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好，我们现在就直接切入问题的核心。别看外表变了这么多，但有一个定义了他权力的基本原则，这么多年来可从来没有动摇过，就是这个永无错谬。这个主张不但没被放弃过，反而在19世纪被再一次地非常肯定地重申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体系宣称自己从来没犯过错，也永远不会犯错，那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他过去所有的行为，包括那些残酷的逼迫，在他看来都是完全正当的。这句话真的挺让人震惊的。就在100多年前，罗马教皇公开发布的公告里，竟然咒诅了信仰自由，这个我们今天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基本权利。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旦他拥有了绝对的权利，他会怎么去对待那些信仰不同的人。历史上的宗教裁判所就是这个原则最残酷的体现，数都数不清的人，就因为坚持自己的良心和信仰，就被打成异端，受了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折磨和逼迫。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什么野蛮时代的偶然事件，这是他教义直接产生的结果。你再看这段誓词，这揭示了一个让人非常不安的承诺。教会的领袖们都要宣誓，要竭尽全力去逼迫和反对任何不听话的人。这就说明，逼迫根本就不是个别主教的行为，它是被明明白白写进制度核心里的一项承诺。那么，这个权利到底是怎么巩固，又是怎么来展示它的权威的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策略，那就是改变了敬拜的日子。他用一个人类自己发明的传统，取代了神在圣经里明确的诫命。整个过程是这样的，一开始它只是一个异教皇帝颁布的法令，然后呢，教会的领袖们就给他披上了一件神学的外衣，最后通过教会和政府的联手，用法律来强制所有人执行。你看，整个过程完完全全是建立在人的权威上，跟神的命令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句话可以说是关键中的关键了。罗马教廷自己在这公开承认，更改敬拜的日子是我们做的，这是教会权力的一个体现，而不是来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不是来自圣经。所以这件事就成了他权威的一个标志。好了，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这一切只是历史，但其实这些事情根本不是偶然发生的。几千年以前，圣经的预言已经非常精确地描绘出了这股势力的兴起，它的所有特征，还有它最终的策略。很多人都听说过启示录里兽的印记这个预言，这可不只是一个未来才会发生的很神秘的事件，它跟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一整段历史，跟这场权柄的斗争是紧密相连的。首先我们要明白，在圣经预言里，兽这个词，它代表的不是什么怪物，而是一个王国或者一个政治势力。启示录13章里描述的这个兽，它的所有特征都跟历史上罗马教皇权的兴起、掌权和逼迫的行为完全吻合。
那么如果兽是指这个体系，那兽的印记又是什么呢？它根本就不是什么植入皮肤的芯片，它其实是一场关于效忠的考验。当遵守星期日这件事儿被地上的法律强制执行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标记，一个承认人的权威高过神的权威的标记，也就是效忠于这个宗教政治体系的印记。好了，我们讲了历史，也看了预言，现在最关键的部分来了。这两条线索正在我们眼前交汇，历史正准备用一种非常惊人的方式重新上演。启示录13章接着预言了第二个兽的出现，它有两角，如同羊羔，这代表着一个起初秉持着基督化原则、崇尚自由的国家。但是预言说，这个国家最终会说话像龙，运用第一个兽的权柄，强制所有人去敬拜。而这个势力正指向美国。就在今天，一场声势非常浩大的运动正在美国兴起。很多本来是新教的团体，现在正在联合起来推动国家立法，想要强制所有人在星期日休息。他们可能没意识到，他们这么做恰恰是在为罗马教恢复他当年在欧洲失去的优势地位铺平道路，而这最终会导致信仰自由的彻底终结。说了这么多，其实这场全球性的斗争最终会归结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一个非常根本的选择上。这已经不是一个复杂的神学辩论了，而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关于你到底效忠于谁的问题。你看，选择其实很清楚，一边是基于圣经的神的权威，他的律法，他亲自设立的安息日，还有他赐给我们的良心自由；而在另一边是基于教会传统的人的权威，他所设立的星期日制度，以及最终会通过法律来强制执行的顺从。这句来自圣经的话，将成为未来那场大考验当中最核心的原则。当人的法律和神的诫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所以，这就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问题。当所有的伪装都被揭开，当真正的压力来临的时候，我们的选择将决定我们最终的效忠归属。那么你会选择站在哪一边呢？